今年美债的投资风潮非常的兴盛，也有许多投资人喜欢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5大投资风险。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你的收益，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抵消你的投资获利哦。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呢，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如果你忽略的话呢，甚至可能会让你少赚。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垂是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5大投资风险。那近年美国的央行持续的升息，在我拍片的当下，2023年的4月5号，美国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了 4.5%。那在年初的时候一度来到了 5.1%。虽然现在只剩下 4.5%，但是这个报酬率还是非常的不错。这导致今年美债的投资风潮非常的兴盛。那除了投资美国公债之外呢，也有许多投资人喜欢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希望借由多承担一点市场的风险来换取更高的投资回报。但有多少人知道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其中有哪些风险呢？在这期影片当中呢，我都会举实证，然后跟你逐一的分析。那其中一个风险，如果你忽略的话呢，甚至可能会让你少赚40万哦。如果您初次来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退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投资攻略以及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先了解什么是企业债券。那企业债券就是公司为了筹集资金而发行的一种债务的工具哦。那购买企业债券的投资人相当于就是借钱给这家公司，那公司呢就需要按照约定的利息和偿还日期来进行还款。那 ETF 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种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那美国企业债券 ETF 呢，就是这档基金当中呢，就是有一篮子的美国企业债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第一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那汇率的风险呢，它就是一种汇率的波动呢，对投资人的收益产生影响的一种风险哦。当投资人呢将资金从本国货币转换成他国货币，并且购买海外的商品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面临汇率的风险。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假设我们现在呢购买了一档美国上市的企业债券 ETF VCLT， 那这档 ETF 呢是 Vanguard 这家公司所发行的美国公司债券 ETF 哦。那在购买这档 ETF 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将台币转换成美元，那这中间呢就会产生了汇率的风险。假设我们在买入这档 ETF 的时候呢，是1美元兑换30块钱新台币，那这时候呢，我们只要用3万块钱的新台币就可以买入1000美元的 VCLT 这档 ETF。那假设1年之后呢，这档 ETF 它上升了它价格上涨了 10%， 这时候呢，我们投资市值就会从1000美元涨到1100美元。然而这1年当中呢，我们的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不幸的开始下跌了。1美元呢，现在只能兑换27块新台币的话呢，此时呢，就算你将11000块美元的这档 ETF 卖出，然后换成新台币的话呢，你也只能拿到29700块钱。也就是说虽然 ETF 的价值上升了 10%， 但是由于汇率的波动你的投资效益就会是亏损的。所以我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汇率波动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你的收益，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抵消你的投资获利哦。那每当讲到汇率风险的时候呢，就会有人问我说，那如果我买到台湾上市以新台币计价的美股 ETF 的话呢，像是中信美国企业债券 ETF 00772B，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还会有汇率的风险吗？答案就是有的只不过呢，这个汇率风险呢是由 ETF 的基金经理人来进行操作管理的。那我们投资人的话呢，就不需要直接的面对，但是呢，我们投资这档 ETF 还是会有汇率的风险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风险，也就是流动性的风险。它的意思就是指投资人在买卖交易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就是很难进行交易当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投资人将很难去交易你手中的 ETF， 从而导致你的投资组合的价值和收益受到影响。那我们也是一样，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投资的一档美国企业债券 ETF， 那这档 ETF 呢是 JNK， 那 JNK 呢它是投资美国的高收益企业债券，那我们也俗称高收益企业债券叫做垃圾债券那在投资市场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JNK 这种 ETF它就是非常的容易进行交易。但是呢，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像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企业债券 ETF 它的流动性可能就会迅速的下降，因为这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他们只想要将自己所有的投资资产都给卖出，然后保留现金在身上。这时候投资市场上就会形成强大的卖压，也就是说你在投资市场上你只找得到卖家，找不到买家。那像是 JNK 这种 ETF 它就会大幅的下跌。你可以看到它2008年那段时间它总共下跌了30%。
最糟的时候啊，甚至你要用低于 ETF 净资产的价格去卖出你手中的 ETF， 才有可能会有人要买哦。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债券价格跳楼大拍卖。不过这个时候啊，你是那个非常亏的老板，而不是那些捡便宜的投资者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3个风险，也就是信用违约风险。那信用违约风险就是指你持有的企业债券发行者，他无法按时去支付你的利息，或者是偿还他的本金，从而导致投资者的损失的风险。那这个呢，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哦。那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我们现在投资了另外一档美国企业债券 ETF， 它是 HYG， 好，那它也是一样是投资美国的高收益债券，也就是垃圾债券的 ETF。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家公司啊，就是诺贝尔集团，也就是 Nobel Group， 不是我们诺贝尔奶冻卷哦。那这家公司呢，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也就是它被怀疑去做假账。这时候呢，所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啊，像是穆迪、标普或者是惠誉国际啊，都将诺贝尔集团的信用评级啊大幅下调到负面。那什么叫做负面呢？负面的意思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啊，它的信用评级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跌，这就导致啊这家公司诺贝尔这家公司啊，它的股价跟它的债券啊都大幅的下跌。那很不幸的就是啊 HYG 这档垃圾债券 ETF 啊，就有持有非常大量的诺贝尔债券，这导致 HYG 的 ETF 啊它的股价大跌。那段时间啊它下跌了 12%。所以我们在投资这种高收益债券 ETF 或是企业债券 ETF 的时候啊，都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些信用违约的风险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4个风险，也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那内扣费用的意思就是指 ETF 它所收取的营运成本，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总开销费用啊。那这个费用呢是从基金的净值当中直接扣取，所以呢你并不会发现说你被收取了这么多的费用。那我们直接举一个例子哦，假设现在有2档 ETF， 它们都是追踪同一个指数，一档是 A ETF， 另外一档是 B ETF， 但是呢 A ETF 它的内扣费用只有 0.1%， B ETF 的话呢它的内扣费用是 1%。这代表说 A ETF 的投资人啊，他每年需要支付相当于基金净资产 0.1% 的费用给这些基金经理人。那如果是100万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每年要支付1000块钱。那如果是 B ETF 的话呢，则是要支付1万块钱哦。那假设往后20年啊，这2档 ETF 啊，每年都可以给予你 5% 的年化报酬率。如果你是投资债券 ETF 的话呢，它每年给你 5% 的年化报酬率就已经非常的高了。然后最终的话呢 ，A ETF 的话呢，它会从100万变成248万。那 B ETF 的话呢，它只会有209万。也就是说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付出了100%的资金，承担了100%的投资的风险，但是呢，因为内扣费用的关系呢，我们的报酬啊少了将近40万哦。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尽量要去找那种低内扣费用的 ETF 进行投资，这样子的话呢，投资收益才会全部都是我们的哦。那如果你对内扣费用非常的感冒，那你可以直接去投资像是单一的美国公债。那我有做一期影片呢，教大家如何去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那我会将这期影片的连结呢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好，那大家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5个风险，利率政策风险。那我们都知道，基准利率上升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啊通常都会下跌。那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呢，债券价格就会上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因为当利率上涨的时候啊，新发行的债券会以更高的利率来吸引投资人来进行投资，这使得呢市场上已经发行的低利率的债券啊，就变得相对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那投资人呢就会卖出他手中的低利率债券，进而去买入新的高利率的债券，这就会导致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哦。那这边我举一个实例哈，就像是我们2021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央行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呢，宣布要开始升息，这导致市场预期利率啊将持续的走升，直到我拍片的当下，美国利率啊从原本的接近零利率的 0.25% 上升到现在啊来到了 5% 的高利率啊，这导致像是 00772B 这种中性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啊，它价格都暴跌了 20% 以上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投资美国企业债券 ETF， 那你就需要密切的去关注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以及市场对利率变动的预期，然后随时去调整你的投资策略，来规避这种巨大的损失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你觉得美国企业债券 ETF 的风险有哪几个风险是你难以接受的呢？第1个汇率风险，第2个流动性风险，第3个信用违约风险，第4个内扣费用风险，
第5个，利率政策的风险。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留下你的答案，分享你的看法。那以上这几个风险啊，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呢，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那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那我们只要去找那种低内扣费用的 ETF， 那基本上啊，报酬就会都是我们的。那以上呢，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内容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以便持续追踪更多的投资知识哦。那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以上呢，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内容，别忘点个赞再走，点个赞再走。金融危机啊，再讲一次。